新婚夜，伴郎团提出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我刚想拒绝，沈浩天的女兄弟李蓉蓉就跳出来，双手赞同。见我面露难色，她阴阳怪气地看着我：“嫂子，大喜的日子，你该不会玩不起吧？大家可是专门留下热闹热闹的。”她说完，将手臂搭在沈浩天肩上：“浩天哥，咱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，嫂子是不是瞧不起我们？”沈浩天宠溺地揉揉他的头：“怎么会？他向来乖巧懂事，一定会陪你们玩个尽兴的，是吧？”林福、县众人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我只好应下：“好，今晚咱们玩个够。”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游戏开始了。我默默数了数在场的人，突然笑了：“很好，人都到齐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”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同意游戏后，李蓉蓉邀功似的欢呼起来：“看吧，浩天哥从来都不会拒绝我的，就算有了嫂子，也不会忘了我这个兄弟。”其他人偷偷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发现我并没有生气，才附和了几句。沈浩天很满意我的反应，他经常说我比他前任乖巧懂事多了。嫂子，咱们先说说游戏规则，一会儿玩输了，你可别哭鼻子哟。李蓉蓉说罢，拿出一个啤酒瓶，摆在婚房中间的桌上，所有人围坐一圈，从我开始，用酒瓶在桌上转圈，瓶口对着谁，谁就得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。选择真心话就不许作假，问什么都要如实回答。选择大冒险，就要按照转瓶人的指令行事。我皱眉：“做什么都可以吗？”他点头：“那是自然，既然玩，肯定得早点刺激的。”说完，他有点兴奋，这可是咱们上大学那会儿最喜欢玩的游戏了。屋子里气氛突然诡异了10几秒，就连春风得意的沈浩天面色也突然有些难看。不过很快就有人催促快点开始，大家也跟着各就各位。游戏开始，李蓉蓉转动酒瓶，瓶口转动2圈，停在沈浩天面前。大家跟着起哄：“浩天，说说你最爱的是谁？”“不对，浩天，说说你所有女朋友中哪个活儿最好？别为难他了，就问问他嫂子重要还是李蓉蓉重要？要不选大冒险，当众和李蓉蓉亲一个。”沈浩天偷偷看了我一眼：“大家都是兄弟，开个玩笑不过分吧？”我紧紧攥着婚服裙摆：“没事，尽兴就好。”李蓉蓉清了清嗓子：“浩天哥，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”他犹豫了一下：“我选真心话。”李蓉蓉失望地撇嘴：“浩天哥，你为什么不选择大冒险？嫂子那么小气吗？又不是没亲过。”沈浩天连忙捂住他的嘴：“就你调皮，快点提问吧。”他张嘴轻轻咬了他的手，吓得他连忙缩了回去。众人看着他俩暧昧的动作，生怕我当场掀桌，可我没有，我只是乖巧地坐在他身边。“请问，嫂子和你前任，你最爱哪个？”此话一出，原本热闹的场面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李蓉蓉，要不换个问题吧？就是，大喜日子，提他做什么？嫂子还在这里呢。就是，提他多晦气。有人面露难色，试图打圆场。李蓉蓉委屈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嫂子，我也就随口一问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”
谁还没个前任了？介意？换做谁不会介意？他这是在我的雷区蹦跶，挑战我的底线呢。一个游戏而已，那么较真做什么？我刚开口，沈浩天就出声打断。他有些恼怒，却还是回答了。我当然是更爱林福，萧林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见他这么说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只有李蓉蓉双目猩红地瞪着我。我没有闹，他失望了。游戏继续，沈浩天转酒瓶，这次酒瓶在李蓉蓉面前停下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真心话。沈浩天犹豫了一下，说出你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李蓉蓉面色微红。昨晚。他动作一致，连忙催促下一轮。轮到我转酒瓶了，瓶口在他一个兄弟面前停下，他也选择了真心话。我思索了片刻，说一件经世最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事。他醉意朦胧，想了半天，突然一拍脑袋。昊天哥前女友燕赵事件，当时可是轰动了整个京市。那身材，下一局。沈浩天慌乱地打断他的话，催促下一个人开始。这次酒瓶又落在李蓉蓉面前，他还是选择了真心话。那人不怀好意地看着他，说昨晚发生了什么，让你那么开心？李蓉蓉娇嗔，讨厌，不就是昨晚昊天哥过了最后一个单身夜吗？说完，他似是猛地想起我还在这里，连忙解释，嫂子，你别误会，只是怕昊天哥不行，帮你试试他。你放心，他没有问题。我跟他要是有什么，根本就轮不到你。沈浩天拉着我的手，蓉蓉年纪小，鬼点子多，几年没见了。昨晚聚，大伙儿都在，你别介意。我赞同的点头。他确实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从前只是在别人嘴里认识了他，现在也算是正式认识了。游戏继续，见几次都没有轮到我。李蓉蓉着急了，抢了别人的转瓶机会。瓶口对着我的时候，她来了精神。我选择了真心话。嫂子，你前男友厉害，还是昊天哥厉害？所有人都看着我，就连沈浩天都期待我的答案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笑着开口，我没有前男友。众人哄笑。昊天，还是你小子有福气，之前搞带了人家肚子，现在结婚还能找个。沈浩天借着酒劲炫耀了起来。那是，我跟林福结婚，也是看着他干净，不像有些人表面清纯，实则私生活不检点。其中一人也跟着附和。确实，萧林当初还是京市一枝花泥，看着清纯可人，没想到背地里玩的那么花。不过他脑子有点傻，当初昊天输了游戏，跑去跟他表白，没想到他真答应了。一个穷人家的女孩，自然没时磨眼界，不然也不至于为了几千块就出卖了身体。不过也比他打零工来钱快。有一说一，他工作能力是真的很好，要不是发生了那些事，他应该能混得很好。李蓉蓉冷哼，那是他自己贱，天天跟在昊天哥身边，真以为灰姑娘的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了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听说他父母死得早，家里一穷二白，只有个80岁老太，每次看见他都觉得晦气。沈浩天听了连忙安抚他，他不是已经得到报应了吗？别把自己气坏了。李蓉蓉撇嘴，算了，不提他了，咱们继续吧。我眼下眼底的情绪，安静地坐在一旁。瓶口转到了李蓉蓉面前，他这次选择了大冒险。沈浩天的兄弟们已经习惯了我的乖巧，这次玩彻底放得开了，当场要求他和今天的新郎官来个诗吻。嫂子，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可以罚酒3杯。他畏难地看着我，沈浩天却一把将他拉过去。
当众吻了起来，引得众人哄笑，甚至拿出手机拍了视频。结束之后，他窝在他怀里捶打着他的胸口。讨厌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上次被你咬破了嘴唇，这次又咬破了。沈浩天轻笑，下次我轻点。我捏着酒杯的手微微泛白，却并没有说什么。就在众人还在观看他们视频的时候，我起身拿出了压箱底的好酒。还是嫂子大气，竟然还有这么好的酒。来，大家都满上，今晚咱们不醉不归。光有酒，不玩游戏可不行，咱们玩点更刺激的。一人说一件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谁要是说不出，就罚酒。李蓉蓉连忙举手，我先来。我偷过昊天哥的小雨衣，并用针戳了孔。所有人都呆住了，原来萧琳意外怀孕是因为你。我的天，李蓉蓉，你也太坏了。当时昊天都懵了，还以为是萧琳给他戴了绿帽子。李蓉蓉无辜地眨着眼睛，昊天哥，人家只是觉得好玩，哪里知道你们真的中奖了。再说他玩的那么花，还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呢。沈浩天并没有生气，只是厌恶地开口，不怪你，是他自己运气不好。看吧，就说昊天哥不会生气的，要不是他心里有鬼，他怎么可能吃这个哑巴亏。李蓉蓉说完，马上就有人抢着站出来。我也说一个，我偷过财务的钱包。那人话刚说完，沈浩天就拔高了声音，原来钱包是你偷的。那当时萧琳被指认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吭声？那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萧琳家里穷，大家都知道，每次东西丢了，大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。那段时间我输了点小钱，只好让他背锅了。反正他名声那么臭，不怕多这一条。沈浩天听了冷笑，难怪他会为了几千块主动找我，原来是你小子害的。他可是为了填这个洞，把自己都赔上了。不过也要谢谢你，我那么久都没得手，你一招就让他屈服了。那个打着哈哈，误打误撞，纯粹是误打误撞。又有几人纷纷说了自己的秘密。很快，轮到沈浩天了。他犹豫了许久，最后一狠心，其实萧琳怀孕的事，是我举报的。李蓉蓉笑出声来，难怪公司怀疑了所有人，就是没有怀疑你。浩天，你太聪明了，用大义灭亲的事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。当时萧琳指认你，大家都说她疯了，还得是你。萧琳到死都没人相信她说的是实话。沈浩天有些得意，谁让他拿孩子勒索我？一个孩子而已，我想要谁不能生？他竟然想让我给他家里一笔钱，我自然是不会同意的。给了一次，难保没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其他人表示赞同。确实，穷人家就是无底洞，还是你聪明，根本不上他的当。李蓉蓉扭头看向我，满脸歉意。嫂子，这些都是昊天哥几年前发生的旧事了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吧？沈浩天不在意的摆手，林福不会放心上的，她至纯至善，乖巧听话，是我见过最干净纯粹的女孩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爱我爱得要死，无论我怎样，她都会站在我身边。其他人赞同的点头。嫂子的气度确实比常人好。对对对，否则咱们今日也不会畅所欲言。所以还是昊天好福气，能娶个这么乖巧贤惠的妻子。李蓉蓉有些不高兴了，还玩不玩游戏了？嫂子，轮到你了哟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我，他们都想知道，乖巧懂事的人会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，我笑着开口，丢出一个重磅消息：我有精神病。随着我的话落音，众人哄堂大笑。嫂子，游戏不是这么玩的，罚酒。
必须罚酒。就是，哪有自己说自己有病的？一般有病的人不会说自己有病，你还能说再夸张点？沈浩天觉得我丢了他的面子，脸色有些不悦。输不起就别丢人现眼。嫂子，玩不起就别玩，非要胡说八道扫兴。这酒你还是自觉点喝了。李蓉蓉倒了3杯酒，递了过来，我却并没有接住，只是默默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你们要玩的游戏，我已经陪你们玩了，现在轮到你们陪我玩了。沈浩天终于忍不住了，林福，你就算吃我前任的醋，也不至于这样胡闹吧？蓉蓉给你倒酒，你还摆上了。李蓉蓉有些鄙夷，还说有气度呢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。浩天哥你眼光也不怎么样。其他人面色有点尴尬。浩天，今天喝的有点多，确实不该在你们新婚夜提你前任，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冷笑，一个都不许走。你们那么喜欢玩游戏，这游戏你们玩也得玩，不玩也得玩。林福，给你脸了是吗？竟敢在兄弟们面前这样甩脸子。沈浩天端起酒杯，欲强行让我喝下那几杯罚酒。浩天，要不还是算了。就是，大喜的日子，别人越是劝他，他越不肯甘休。我从他手里接过酒杯，猛地朝他泼了过去。他一个机灵，摸着脸上的酒，愣在原地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回过神后纷纷准备离去。浩天，夜深了，咱们下次再聚，我们先走了，你和嫂子好好谈谈。我掏出一把匕首，插在了桌子上。恐怕这个游戏不玩，你们走不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起身却跌坐在沙发上。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浑身无力？我也是，站都站不起来。李蓉蓉尖叫，林福，是你搞的鬼，你酒里放了什么？沈浩天扶着桌子，几次尝试都莫能起身。他双目猩红，狠狠地瞪着我。林福，适可而止，否则你就是跪主求我，我也要跟你离婚。我拿着匕首，在手里把玩着，只是陪我玩个游戏而已。怎么，玩不起？大家都是你的兄弟，想来是不会介意陪我玩个游戏的。我用匕首挑着李蓉蓉的下巴，对吧？好兄弟。李蓉蓉尖叫着，想推开我，却使不上力气。浩天哥，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疯子？快救救我！他肯定是见不得我们关系好。沈浩天急了，林福，你放开他，他有心脏病，经不起你下。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满眼兴奋。有心脏病呀，那更有意思了。我就喜欢跟有病的玩，我还没试过怎么吓死一个人呢。林福，你有病吧？他别开脸，惊恐地躲开我。我歪头一笑，我就是有病呀，还病得不轻呢。浩天哥，救我！他疯了。他话刚落音，我随手将匕首插在了他的大腿上，他惨叫着哭了起来。不好意思，他太吵了。手滑了一下。这游戏你们是玩呢，还是玩呢？我端坐在原处，心头冷笑。你们的游戏结束了，我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所有人都被我刚才那一下震慑住了，原本的醉意也散去了不少。见我来真的，只好选择了妥协。我的游戏很简单，大家都是兄弟，肯定也知道对方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，自爆多不好玩，互相爆吧。要是谁爆出来的秘密比不上别人，谁就会赔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。我抬手，随便指了其中一人。比起看他们兄弟情深，我更喜欢看狗咬狗。那人哆嗦着身子，不敢出声。我伸手，开始计时。3、2，我说，
我知道沈浩天当初是故意把他养父养母生的弟弟弄丢的，他担心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要他了。那人一狠心，咬牙抱了出来。我若有所思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咱们高贵的豪门少爷也只是个养子呀。沈浩天平时最看重脸面，此时被当众揭穿身世，恼羞成怒，恨不得当场撕了那个人。我晃了晃手中的匕首，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秘密。说完，随便一指，指到李蓉蓉身边的那个眼镜男，他带着哭腔：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求你放过我，沈浩天，救救我！我起身，慢悠悠地走到他身边。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敢说？你想清楚了回答。我的刀有点拿不稳，在他身上比划了一番。我低声问：或者，你想试试？不要。我说，李蓉蓉嫉妒萧林美貌，为了抢她出国深造名额，找人扒了萧林的衣服拍照发了出去。那些艳照不是萧林自愿拍的。李蓉蓉面色惊慌：胡说，我没有，是她自己不检点，与我无关，我有证据。李蓉蓉，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眼镜男哆嗦着身子，拿出手机，当场播放了李蓉蓉带人围堵萧林并拍下不雅照的视频。我接过，看着视频里缩在角落受尽凌辱的女孩，手微微颤抖。一个女孩子遇到这种的事情，她该有多绝望？我不敢想象。许久，我歪头笑出声来。好，很好。我的刀突然指向李蓉蓉。该你了。她惨白着脸，哭着缩在角落里，腿上的血流染红了裤子，却不敢包扎。萧林是因为沈浩天跳楼的，他本来顾及家中老太无人照顾，被开除后打算回老家的。是沈浩天担心他泄露真相，故意在他杯子里放了东西，让他产生幻觉坠楼的。沈浩天听了扑过来与他厮打在一起。闭嘴，贱人，你不是答应保守秘密的吗？还不是你说他活着是隐患，我才动手的。明明就是你完了不想负责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任由他们互相撕咬，不耐烦地看着那些人。还有吗？现在抢答，谁说的最多，谁就有机会活着走出去。听我这么一说，立马有人抢着爆料。其实沈浩天早就和李蓉蓉勾搭在一起了，还被萧林撞见过。没错，他们还把萧林送给领导。萧林为了跑出去还被车撞了，李蓉蓉还偷拿了他的生活费，害得他吃了1个月馒头。我抬头看着天花板眨了眨眼睛，原来真的有人披着人的外皮，干着比鬼还可怕的事。够了，是我又怎样？一个死人也值得你们记这么久？你们哪个比我干净了？林福，你该感谢我们才对，要不是我们帮你解决了这么个情敌，哪里轮得到你和沈浩天结婚？李蓉蓉被众人集体指控，终于破防。感谢你们，游戏玩了这么久，你们难道不好奇我是谁吗？午夜梦回，你们难道没有做噩梦的时候吗？我笑着拉开衣袖，露出手臂上的胎记。所有人惊恐地看着我，就连已经破罐子破摔的李蓉蓉都尖叫着不敢看我。你是萧林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是萧林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沈浩天瞪大双眼，怎么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李蓉蓉顾不得腿伤，挣扎着起身想逃，却被我扯着头发拉了回来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像你们这样的人，也会怕鬼吗？做了那么多恶，你们有那么一瞬间悔恨吗？不，你们没有。即使已经过去了3年，你们仍然毫无悔意。我狠狠地推开他，任由他跌落在地上。我朝沈浩天走了过去，吓得他浑身发抖。
你不是萧林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突然笑了，抬手擦了擦他额角的冷汗。抱歉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没想到把大家吓成这样。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？他松了一口气。林福，你吓死我了。我知道你是不满他们今天闹洞房，但就算是玩游戏，也该有个限度。你太过了，竟然伤了蓉蓉。我不赞同地摇头。这就过了，接下来还有更过的呢。既然要尽兴，自然是要玩命。李蓉蓉狼狈地爬回了原位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林福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赶紧放了我们，不然有你好看。我的刀尖指住了沈浩天。该你了，若你说的秘密比不上他们的，可就要受惩罚了。他冷笑看着我。林福，再闹下去可就收不了场了。我就算输了，你又能拿我怎样？我无辜地眨眼。那你可就得赔上你最宝贵的东西了。我的刀缓缓划到他的下身。不要开玩笑，林福，算我求你，我保证以后不跟他们来往。今天的事我跟你道歉。我扬起一抹天真无邪的笑容。不好意思，晚了。随着一声惨烈的哀嚎声，他捂着血淋淋的下身，差点当场昏死了过去。疯了，疯了。他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来真的。我起身擦拭着刀尖。游戏还没结束呢，激动什么？接下来，我们来个更有意思的游戏。一共有9个人，我这里有8支签。这个游戏就叫猜猜我是谁。赢的人有一次机会猜我是谁，猜对的有机会离开。温馨提示，这一局输了的人会死哦。说完，我将手中的签扔在了地上。刚才的一幕深深地冲击到他们，所有人扑过去抢签，甚至混乱到打了起来。我冷眼看着他们野狗抢食一样，笑得格外开心。等他们抢得差不多了，我才宣布时间到了。所有人都挂了彩，再也看不见之前的嚣张。李蓉蓉为了抢沈浩天手里的签，甚至在他下身踩了鸡脚，让他伤上加伤。我笑得有点讽刺。好了，现在我来宣布没说完的游戏规则。手里的签最多的那个人输，输的人直接惩罚，手里没有签的人赢，赢的人有一次机会猜。什么？林福，你玩我们呢？李蓉蓉吓得把好不容易抢来的3支签扔了出去。我俯身捡了起来，塞回他的手里。我就是玩你们。怎么着？没有抢到签的4人松了一口气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你不想死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从他们4人胯下钻过去。林福，你这个贱人！他扑过来想打我，却被我一脚踢翻在地。我劝你最好想清楚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沈浩天已经不再为他说话，反而幸灾乐祸。李蓉蓉，这可是你自己抢来的荣耀，活该你受着。我催促，快点呀！你之前让别人钻的时候，不是说那是别人的荣幸吗？轮到你自己了。不乐意。李蓉蓉不甘心地趴在地上，屈辱地从鸡人胯下钻了过去。我闭了闭眼，眼下眼底的情绪。我满意地拍拍手。现在轮到你们4个来猜了。其中一个磕磕巴巴，你该不会真是萧林吧？我摇头，不是。另一个哭丧着脸，难不成你是他家老太？我摊开双手，你看我像吗？沈浩天瘫在地上，你是他朋友？他不是已经被你们欺负到没有朋友了吗？我轻笑出声，顺便善意的提醒，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突然有人惊呼，他是。那人结结巴巴地指着我。曾经有传言，萧林有个精神病姐姐。我拍着手掌，一步步走了过去。恭喜你答对了，我就是你口中的那个精神病姐姐。
得到了肯定的答案。这些人更惊恐了，沈浩天更是比见鬼还害怕。李蓉蓉当场吓尿了裤子。我把玩着手里的匕首。最后一个游戏开始之前，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我有个妹妹，爸妈在她6岁时就去世了。姐姐因为自卫精神病发作杀了人，留她和外婆相依为命。外婆靠捡废品供她上学，她也很争气，考上了这里最好的大学，在这里努力工作赚钱养家。可她惹了一群恶魔，那些人从她踏入这里就盯上了她，只因为她长漂亮。长得漂亮是原罪，可偏偏她还没有钱，没有权。可即使这样，她还是很努力地活着，不仅打零工赡养外婆，还要去精神病医院照顾姐姐。她在跳楼之前，还把所有积蓄留给姐姐治病，还跟姐姐约定好，一家人永远不分开。可姐姐病情稳定出院后，一个亲人都没有了，就连80几岁的外婆，死时都没人送一程。你们说，那群人该死吗？所有人哆嗦着身子，离我远远的，生怕我突然就发疯。沈浩天失血过多，已经在原地动弹不得。李蓉蓉更是成了众矢之的，大家都把锅往他们身上甩。往日里的兄弟情，此时也成了催命符。回想起他们爆料的那些，我又哭又笑，近乎癫狂。我利用结婚，才把这些人凑齐。妹妹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些人，一个都逃不掉。我将匕首扔在地上，最后一把游戏开始了。这间屋子，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。李蓉蓉吓得心脏病犯了，捂着心口跪在地上，求你放过我。当初他也这样求过你吧？你放过他了吗？我不为所动。你说过，猜到你是谁，就可以离开的。有人试图争取，我笑得格外甜。是有机会，机会不是给你们了吗？那人差点气得当场猝死。我说完，在他们愤怒又惊恐的目光中走了出去，从外面锁上了门。里面传来他们的争抢声、惨叫声。我笑了起来，这些人该死，可他们下去只会扰了妹妹清静，他们都是妹妹留给我的玩具。想到这里，我默默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就都活着吧，这样妹妹就不用担心又陷着他们了。警车来得很快，屋内一片狼藉，血流成河，好在无人伤亡。李蓉蓉得到了救治，却精神恍惚，她总觉得有人要杀她，见到人就跪住磕头求饶。沈浩天不仅下身废了，手指还被好兄弟们切了几根。根据我留的线索，他养父母很快找到了亲生儿子。得知当年的真相后，他们毫不留情地把沈浩天赶出了家门。其他人，残的残，疯的疯，就是有几个活得好好的，也走不出阴影，得了被害妄想症，见谁都觉得别人像精神病。我又被抓回了精神病医院。在这里，我遇见了新住进来的李蓉蓉和几个精神恍惚来治疗的好兄弟。我笑着跟他们打招呼，都是兄弟，以后一起玩游戏啊。妹妹，谢谢你送他们来陪我，姐姐以后都不会孤独了呢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